利益相关，本期视频是自费评测。如果你想看的是全篇好画的垃圾数码评测的话 ，then you should turn around and close the tab。今天来说说飞奥的供应链新奇迹199的封闭式大 Nature。之前就对这个玩意很感兴趣，我很好奇这个价位搓出来的封闭式到底是继承了 GT7 的奇迹一搏，还是又像 FT13 那样拉了头大了。原本是打算首发就买一个，不过前段时间因为搞箱子的测量太忙了，于是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看到 A 子给了个 A 加的评价才想起来这件事，于是买了个回来品品。包装包括配件上都非常简单，顺带一提，盒子送过来的时候还是压扁，非常难崩。里面是耳机本体、收纳盒、3头 3.5 带麦线，还有保修卡这些。耳机采用了木头风味外壳，看起来非常像木头，实际上是塑料刷了一层木纹漆。不过考虑到这个价格，自然也不可能是真木了。头梁内部有海绵填充，非常软。耳罩里面的填充稍显单薄，不过整体的触感还是比较软。顺带一提，这个耳罩的安装机构类似于丰达，里面是旋转式的卡扣，往下按住，然后扭一圈就可以把它拆下来。单元和耳朵接触的位置额外加了一层海绵缓冲，一来是做调音阻尼，滤除一部分高频；二来我觉得算是提升了一些佩戴体验，戴上去会觉得耳朵贴在上面软乎乎的，包裹感非常强。整体佩戴体验还算不错，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，这个东西它没有转轴结构，它只有头梁伸缩杆这里一点点的可转动角度。如果是大头的话，戴起来肯定会觉得很阴间。灵敏度101，阻抗24欧，纸面数据上来看不算难推，阻抗曲线上1000赫兹23.5欧 ，F0 也在51赫兹左右。是阻抗最高的地方30欧，最低阻抗在4.6千赫兹附近22.6欧，非常平稳的阻抗曲线。也就是说，你插电脑、插小尾巴以及插播放器都会有一个比较一致的频响表现，不会说哪一个频段突然变得非常翘。然后这个东西听起来我有点想说两头翘，但它其实已经不是翘了，而是完全秃两头。就是你会发现它低频特别红，几乎跟丰达调的一样，高频又特别锐，两头的能量感特别强。然后细说的话，它低频的表现是非常好的。作为一个 bass head， 我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价位能买到低频最好的东西，因为它打下去力度非常高，而且它下潜深度和回弹表现都不错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架得去又起得来，而且力度又非常大的低频。然后人声就比较微妙了，一来它的密度比较低，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信息量和清晰度都还不错，但是声音就是没什么支撑，会显得非常的虚。实际上如果你去看曲线的话，会发现它120到600这一整段都是凹下去的，所以它很多低中频的表现就不怎么完整。就比如说钢琴，它从 A2 一直到 A5 就像是给抽走的一样。第二是男生，他有点像把声音下半截截掉了，只剩下上半身飘在那里一样。原本显得比较低沉的男生，你听起来就会觉得音调变得非常的高。对，不是完全不能听的水平，但就是有一些音调和原本的确实不太一样。不过他听女生倒是还过得去，或许是因为原本音调就比较高，而且比较轻快，所以就影响不大了。然后它的高频，首先它非常的亮，而且它的延展也非常好。但问题和丰达一样，它控制不住，分分钟钟会起飞，然后变得非常刺激。它的器乐延展就像是一个个尖尖的笋尖一样，它会冒出来，然后越往上走，收束的越厉害，然后最后就变得非常尖，非常的刺激。所以你像人声里面这样的齿音，还有像三角铁和铃鼓这样的金属打击乐，它敲一下就会变得非常尖，非常刺激。然后最后再说一下声场，这和低频一样是 Nature 做的非常不错的地方，它的声场和空间感都非常非常的好，绝对是远超这个价位的水平。就你会发现人声像是隔了一段非常明显的距离的，有点像一个护城河一样，人声和你的脸贴在一个平面，然后其他的器乐都是脑后结像，会出现在你的脑后或者是后边下方一点的位置，中间它会隔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距离出来，这一部分几乎是真空一样，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所以你会发现它能把人声和器乐分得特别开，然后这个距离也会让声场显得特别的大。但抛开显的这个说法，其实它本身的声场也确实不错，客观意义上也确实是大。所以我会说 Nature 在低频和声场这两个方面做的确实不错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小甜品，并且它也只能做小甜品。显然它的受众面应该不是发烧友，因为你的前端高频表现特别好、特别完整的话，它反而会刮死你。但如果你用电脑这种高频暗暗的、糊糊的这种前端来听的话，它反而听起来会正常很多。然后最后再来说一下曲线，我把它挪到最后了，因为我发现国内的观众好像对客观测量不是特别感兴趣，所以就索性搬到最后来说。非要给这玩意的定义是自然取向调音。
百听不厌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平行世界 Beats 打败了深海确立的自然标准。说回曲线，基准参考的是528扩散场，但说实话，感觉基本对不上，特别是低频和高频这一块。你看它低频部分整体不算突出，甚至可以说是贴着下部的，理论上就意味着低频偏弱，大鼓的打击感和动态都偏弱，补腔偏空，但显然和听感是相反。然后150到400这个大坑倒是对得上的，原理上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碗内填充和阻尼结构共同造成了低频反共振，或者是直接抵消了。这一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低频器乐，像贝斯啊，它们的饱满度，还有人声胸腔感，还有就是其他钢琴这些乐器的主体共鸣这一部分，这里会直接导致男生胸腔感缺失，声音偏空，以及钢琴表现不完整，这个倒是对得上的。然后中频整体来说没有问题，但因为低中频缺失，听起来应该会更偏清瘦、偏干净，是一种更侧重线条感的表达。然后5到10千没有衰减，反而是持续性加强的，这一段会强化人声齿龈、军鼓、其他拨弦的边缘线条感、镲片和金属乐的这些亮度，并且会让声音显得解析会更高一些。结合前面低中频的坑，它会让高频被进一步的放大，因为声音缺少厚度的缓冲，所以它最终会变成一个更薄、更亮、更硬的解析声。镲片会非常抢眼，军鼓也会非常的脆，你第一耳可能会觉得信息量很多，但听久了绝对很刮。顺带一提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坑已经很抽象了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好评送的耳罩能让你在抽象的基础上更是抽大象。属实不太理解这个送的耳罩意义何在。最后再顺带客串一下你妈的魔改方案。之前跟 A 子聊了 Nature 这个问题，他表示好说，其实 Nature 的问题主要是后腔没有做吸音，所以出现了抵消。这里和我前面猜想的一样，考虑到我这个还要出，所以就不拆开来看了。不过封闭式不做吸音确实是挺抽象的。A 子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阻尼以及换耳罩来解决。原理上来说，就像 Final 的 Make 系列一样，在顶部的下牙孔下面贴个200mm的阻尼，然后换上 A 罩就行了。确实换了 A 罩以及200mm的阻尼之后，在测量上比原厂好了太多。主观听感上，我觉得 A 罩加阻尼，它主要是削弱了一些低频的打击感，让它整体显得不是那么的轰。如果你是 Bass Head 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削弱，但如果你对低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，或者说你对低频量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，或许是个正面 buff。然后人声还是会显得比较薄、比较轻，但它不会说像飘在你面前一样。我感觉密度这个问题应该主要还是出在单元上，单靠加一个阻尼还是拉不太回来。最后高频控制上要比原厂好不少。它虽然不是说立马把你所有的齿龈都削得一干二净，它有点像 TH900 和雅史 Alcantara 耳罩一样，你还是会感受到齿龈以及比较锐的那种嘶吱声，但不会说像之前那么刮耳、那么刺耳，程度上比之前好了很多。大体上就是这样。